Dear Saint Nick, goodbye, I'm over this. Your promises are hard to believe. Baby, I don't need your gifts, your freaky little lips. Yeah, who the hell are you to judge me? 'Cause it's nice to be naughty. It's nice to be naughty. It's nice to be naughty. I like sativa in my milk and cookies. I light up brighter than the tree. And maybe I'm more selfish than I should be. But sometimes sharing ain't sweet. 现在我们去时代广场。Dancing Man。时代广场名字是 Times Square，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时报广场，因为当时纽约时报的总部纽约时报大厦曾经设立在这个广场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他们游说当时的纽约市长将这个广场的名字从朗派克广场更名为了 Times Square。那随着整个区域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时代广场。 Oh my god， 这是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地方。哇塞，这里好热闹呀！人声鼎沸啊！哇哦！ 时代广场呢是全球游客最多的一个地方，日均的人流量接近了45万，几乎呢你每次来到这个地方都是这种人山人海的样子啊，有很多台阶和人工搭建的这种楼梯可以给游客来拍照，在这里挨人完全不用紧张，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无论什么肤色、什么国籍都汇聚在此，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狂欢熔炉。We should do like that 这里真的就像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无比的繁华。 时代广场上有无数的这种荧光屏和巨型的广告牌。早在20世纪初，纽约市甚至为此颁布了法律，要求这里的建筑外墙必须覆盖一定比例的荧光屏跟广告牌。所以任何时候来到这里，都能看到24小时不停闪烁的荧光广告，非常独特的一种视觉效果跟体验。大家都会很好奇，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投放广告应该会非常贵吧？ 其实，在 TSX 的这个 App 上面，个人就可以投放15秒的广告，比如结婚啊、求婚啊、生日啊、纪念日啊。我觉得在这里投个广告还是蛮有意义的吧。我下次也想来试一下。我们就是这样过马路的吗？哇哦，惊呆了！这又是哪个先生？ 而且每年的新年倒计时都会有100多万人到这个地方来迎接新年。这纽约真的很繁华，很有活力。逛完了时代广场之后呢，我们就步行去了中央火车站，大约是步行15分钟的样子。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是纽约最著名的一个地标之一。其实纽约有非常多的著名地标，它是位于曼哈顿42街和公园大道的一个交汇处。哇，哈哈哈！哪怕你没有来过纽约，我想一定在电视或者是电影里看到过这个地方。中央火车站建于1913年，这种宏伟的贝尔埃皮式的建筑风格跨越了100多年，我现在看依然觉得还蛮震撼、蛮好看的。 Wow, so beautiful here. So should be that side. Oh, come here. 那我在这里呢也拍了《Gossip Girl》里面的同款机位。我们走上去看一下。 贝尔埃皮式的建筑是一种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法国建筑风格，它注重装饰性和这种对称性，结合了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元素。建筑外立面常常采用的是非常丰富的装饰性的细节，包括雕塑呀、浮雕呀，整体强调的是严格的对称性和经典的比例。内部常有豪华的大厅、宽敞的楼梯间和非常精美的这种天花板的装饰。车站主大厅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天花板的壁画，上面描绘的是星座的图案，当然还有非常经典的美国国旗和一个古老
的时钟。虽然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手表计时，但这个古老的时钟放在这里，会给人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不光是时间上的这种穿越，还有从欧洲法式到纽约的这种美式融合的一种穿越感。出了中央火车站旁边就是 Summit 这种大楼，纽约真的是随处可见这种很现代的建筑，在高楼林立间穿梭，这种视觉效果还是非常震撼的。Summit 入口呢是在大厦的第1层，其实它跟中央火车站里面是连通的，就大家可以从地下过来，也可以从地面过来，是一样的。我大概是提前了20天在官网上面订的门票。我们预约的是6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它能够看到白天，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日落和夜晚，相当于一张票价可以看到3种不同的视觉效果。日落时间的票价是59美金，其他的时间段是49美金，还会再加一点点的税。排队观检之后呢，就来到了一个介绍 Summit 的放映厅，时间大概是2分钟左右。The city dies. Nothing that was going to stop us. One Vanderbilt will forever be ingrained in the fabric of New York City. In this period. 明显的感觉 Summit 会比洛克菲勒中心现代很多。Welcome to Summit. Please exit to your right. 在曼哈顿拍摄夜景的观景台一共是有5个，那 Summit 是在2021年9月份才开放的，所以它整体感觉会很新。然后大楼的总高是427米。我查了一下 Summit 的这个观景台是由 The Lab 公司负责设计的，它打破了传统的观景台的那种界限吧，创造出的是一种沉浸式高度互动的视觉体验。Welcome to Summit. Please start the journey to your right. Thank you. Summit 一共有3层，第1层叫做 Air Transcendence， 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空间，里面装满了镜子，营造出的是那种超现实感的反光世界。那在这里来呢，女生千万不要穿裙子会走光的。在洛克菲勒中心 Top of the Rock 看那个帝国大厦，它的视角是平视的，那 Summit 比帝国大厦要高一些，所以呢在这里看到的距离比较近，然后同时大概是一个俯视30度的角度看，这样从上往下拍的这个角度也蛮特别的。Summit 的人真的好多。1层整一个都是3面的玻璃外立面，在这里拍摄曼哈顿的效果，我觉得是最棒的可以多待一会儿，能拍到不少让人惊艳的照片。这是我去过全世界高楼大厦里面观景台体验最棒的一个地方，没有之一。穿过 Transcendence 能够看到艺术家草间弥生创作的这种变形的银色艺术装置。窗外可以俯瞰到布莱恩公园，这个地方叫做 Reflect。然后进入的这个地方叫做 Affinity。Wow, they're crazy. All the ball going to that side. They're crazy about the ball. 里面呢有做一些很摩登、很现代的这种视觉装置体验，尤其是这种银色的球，无论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在这里玩的都会非常的尽兴，而且很有意思。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里。哇！曼哈顿的夜景。
再上一层之后，来到的是 Air Transcendence ，Hello， good， 在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一层。Wow. It's like this. Wow. Amazing, amazing. 真的会有一种无边无际的空间感。哇，绝了！这也太绝了。哇，这也太绝了吧！真的是一种新景象。哇！夜幕降临之后，在这里看到的这种光影的效果，真的也是极致的一种体验。包括背景音乐都是那种充满未来感的空灵，令人心潮澎湃的这种动感彩色的一个波浪，无论是近距离室内还是远看室外，真的满眼都是那种让人非常震撼的光影美。然后呢，我们到达的这个地方叫做 Levitation， 这是一个悬浮在麦迪逊大道上面335米高的一个玻璃舱。从这里俯瞰纽约，既可以欣赏令人心跳加速的美景，还可以享受在城市上空大胆行走的快感。头顶上方还会有自动的机器来给你拍照。Never finish。哇哦！然后进入的是叫做 Air Unity 的地方，这是一个光影视觉的沉浸式的艺术空间。Happy birthday！ See you next year, every year. I love you. We think about we finish already. 我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所有的行程，结果 Never 上到了 finish. 第New 3 York 层。 never finish. 它是一个步行的环绕式的露台，它这种半露天的形式和洛克菲勒中心还有帝国大厦的感觉都是蛮像的啊，冬天就会比较冷一些。哦、I think we finish, Anya. Too much. 真的看饱了，拍照片也拍饱了。OK， 值回票价。其实 Summit 还有一个外悬挂玻璃电梯的这个挑战，我当时是不知道，所以没有做。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应该还是会去尝试一下，就感觉很刺激。结束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旅行纪念品的商店，这个球竟然要7块钱。商店出来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入场时拍的照片，可以选择付费购买或者是不买。比较了一下票价，发现它比 Top of the Rock 拍的照片便宜，张数也多一些，所以就买了。这样的话，整个 Summit 的行程就结束了。我觉得它确实值回了票价。但是我去过全世界最漂亮、最好玩的观景平台，没有之一，真的是没有之一。New York never finish 这句话，我真的在这里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结束了短暂却极其难忘的3天纽约行程，晚上走回酒店，竟然感受到了一丝不舍。纽约在我心中以前是发达和繁华的代名词，然而这一次游览完自由女神像、大都会博物馆、布鲁克林大桥、洛克菲勒中心、911纪念馆等等。看看我背后的美国国旗。Hello， 今天是在纽约的最后一晚，开始下起了小雨。它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具体、生动、形象的且难以被超越的动词，从未停下脚步。就像海关里看到的那句话 It's time for New York City, where are all welcome。 它繁华也包容，摩登又荒诞，时尚现代的外衣下包裹着避都避不开的脏乱。很棒，纽约真的很棒，超级棒，极其丰富又让人难以追赶。现在是晚上8点半，走回酒店。就像游玩 Summit， 一张门票带来了多重的感官体验。我们酒店的位置非常的好，离帝国大厦、Summit、中央车站，还有洛克菲勒中心、时代广场都是可以步行的。当然这个也比较的贵，雨下大了，明天可能就少了。纽约从未停下脚步来等你，它就像是世界奋勇向前的灯塔，不知道是什么内在驱动力，让它如永动机一般生生不息。大家，纽约的地铁的真的会冒烟呢。录一下纽约的街景。总的来说，这一次我觉得，哎，
看看那个美国的国旗，真的 ，they are proud of themselves。到处都能看到美国的国旗。总结一下纽约的特种兵之旅，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城市，你可以在这里至少待1周的地方，就是有非常多很新鲜、很有趣的东西，而且它可以让你花很多时间在一个地方。有些比较小型的城市，你可能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能去一个景点，但是纽约的景点差不多你一个景点要玩3个小时到4个小时，像那种博物馆，你可能都需要1整天还不够。Anyway， 就是一个很慢慢在这里体验的一个城市吧。背后是帝国大厦，今天帝国大厦的颜色是蓝红色。这个 building 我们看了好多次了，但此刻我受着城市气氛的熏染，好像也变得更加的勇敢，对未来也充满期待。OK， 就是这一次的纽约之行完美落幕，拜拜。希望下次还能再见。拜拜。I love New York。